本影片所提到的 EMT 指的是紧急救护技术员。如果不清楚 EMT 是什么，可以参考资讯栏的这支影片。他怎么会反身是3天前，台中这名3岁男童家中溺水，失去生命迹象。还没，他们怎么还没来啊？相信大家最近应该都有看到这些新闻，或是多少透过社群媒体听说过这起事件。2025年3月16日傍晚，台中市北屯区发生一起3岁男童溺水案件。当时父亲独自照顾3岁儿子与1岁女儿。父亲先带妹妹离开浴室喂食，让儿子独自泡澡。约10分钟后，父亲回到浴室，发现男童已经溺水，立刻拨打119，并开始单手 CPR。警消人员赶到现场后，进行进一步的施救。就在此时，警消人员与一名金发男子 Yuki 进入现场。Yuki 穿着 EMT 制服，声称自己是义消，随即开始对男童施作 CPR。家属起初以为他是专业人员，因此没有阻止他的行为。事后调阅监视器画面后，发现 Yuki 的 CPR 施作方式和按压位置引发争议。台中市消防局回应，当时警消人员已经事先指导过 CPR 的按压位置，并确认急救动作符合标准。可能是因为拍摄角度问题，才让外界误以为 Yuki 是在腹部施作 CPR。经查证 ，Yuki 并非义消或 EMT， 而是透过听见 AED App 收到通知后赶到现场。他在媒体采访时也无法提供 EMT 或义消相关证件。最后，经消防局确认，他并没有 EMT 资格。进一步调查 ，Yuki 持有的 EMT 证件为伪造。他自称来台6年的日本留学生，但受访时日语表达不清，甚至在媒体提问时直接改用注音打字回应。首先，正确的儿童 CPR 该怎么做呢？这里参考安妮怎么了的影片作为示范。按压位置应在胸骨中央，两乳头连线的正下方，而非腹部。按压方式：1到8岁儿童建议使用单手按压，婴幼儿则用2指按压。按压频率为每分钟100至120下，按压深度约5公分，约身体厚度的1/3。这里也要提醒大家，所有 EMT 相关的服饰、臂章、包包、贴纸、饰品，非技术员不得擅自使用，否则可依《紧急医疗救护法》第28条处5000至25000元的罚款。如果对 EMT 有兴趣，应该透过正规管道考取证照，接受完整的训练，确保在紧急时刻能正确的施救。得知这事件时，我真的很惊讶。当我第一眼看到这则新闻，就觉得 Yuki 很眼熟。事后回想起来，之前在台中骑车时，曾经路过一场车祸，当时我以为是一名外送员与2台机车发生碰撞，出于关心我停下来查看，结果发现伤者的伤口已经包扎完了，而一名金发外送员穿着 EMT2 的衣服，正准备离开现场。现在回想，那位外送员疑似就是 Yuki。 其实从他的行为可以看出，他是个热心助人的人。撇开法律问题不谈，作为一般民众愿意伸出援手是值得肯定的。但我们还是应该透过正规的管道学习急救的技术，确保自己能够正确的帮助他人，而不是造成更多的风险。我认同他的助人之心，但这并不能成为他披上急救员外衣，便于出入现场的理由。这起事件可能会重创台湾一般民众帮别人急救的意愿，害怕帮助别人会惹上麻烦。但其实根据《紧急医疗救护法》第14之2条第1款，只要是基于善意并依照正确的急救方式行动，就不用担心法律的责任。以我自身 CPR 经验来说，我会一直协助 CPR， 直到警消人员接手，或是现场警消人员完成自动心肺复苏机的组装，再交由设备接手。我创立这个频道的初心，就是希望能够帮助更多需要帮助的人，并推广这种互助的精神。希望这起事件能够提醒大家，如果对于急救有兴趣，一定要透过正规管道学习，取得合格的证照，千万不要冒用 EMT 的身份，或执行超出自己能力范围的医疗行为。对于这起事件，你怎么看？欢迎在留言区分享你的想法。我是飘木，我们下次再见。